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家的汉堡。上期彼得遇到了能够返老还童的时间之杯，在多番混战之后，石杯最后落到了秃鹫手中。奥斯本工业意图收购秃鹫公司，秃鹫家产被夺，研究项目遭到否定。恼羞成怒的他要让奥斯本付出代价。趁着夜深人静，他换上战甲，出门寻找猎物。秃鹫飞至公园，当着彼得的面吸取了小男孩的生命力，自己却重获新生，暴力，太暴力了。但这股力量维持不了多久，秃鹫切断树木阻拦彼得，一转头又变回了老人的模样。他张开翅膀就要逃走，却被彼得吐丝拽住双脚。秃鹫挣开蛛丝逃离公园，彼得赶紧去看小孩，发现他已经恢复原样，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但秃鹫针对奥斯本的报复还没有结束，逃走后他又抽了保安的生命力，袭击了本打算参加宴会的奥斯本。奥斯本反应极快，躲进了仓库。这时的彼得还在宴会上等着康纳斯博士宣布助理人选。彼得常年忙着夜巡，最终从助理位上落选。黛布拉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位置，高兴地找到弗拉什庆祝。这时哈代出现，想起摩比斯的他悲从中来，拜托弗拉什送他回家。憨憨弗拉什立刻就答应了前女生委托。彼得察觉黛布拉对弗拉什有意思，觉得自己和黛布拉同病相怜，不过他是自己弄丢了玛丽姐。彼得郁闷地出门喘口气，却发现仓库遭到袭击，他连忙换上战衣，赶到现场后才发现秃鹫在殴打奥斯本。虽然哈利拐了玛丽姐，但好友的父亲遇袭，彼得也不能见死不救。他飞身上前，用蛛丝拽住差点摔死的奥斯本，但秃鹫像泥鳅一样，彼得根本抓不住他，甩出去的蛛丝被轻松切断。这时秃鹫发现自己能力不足，他暂时放弃了奥斯本，立刻冲出了仓库。见彼得还在身后，秃鹫开枪射击蛛丝着力点，彼得狼狈落地，赶紧摸出相机拍下秃鹫的样貌。彼得返回家中，将照片冲洗出来，根据号角日报的照片库查到了秃鹫的真实身份，艾德里安，康纳斯博士的新基因学研究的投资人。新基因工程拿到了投资，有了更好的实验室和设备。弗拉什前来参观，却发现黛布拉的上司亚瑟对黛布拉别有用心，这让弗拉什有些不爽。彼得因为秃鹫的事情提醒在这里工作的黛布拉注意，随后俩人都被黛布拉推出了门。弗拉什就像吃醋的小学生一样，在彼得面前说亚瑟的坏话，彼得都听不下去了，才提醒他黛布拉对他有好感。弗拉什反而不好意思了起来。体育生和文静好学生的 CP 好香。另一边，康纳斯博士被秃鹫请到了办公室，本来是打算商量新基因研究，没想到秃鹫假意发病，用机器麻痹了康纳斯博士。他从时光之杯研究出了一套装甲，秃鹫靠着装甲抽取了康纳斯的生命力。他知道奥斯本在第一次袭击后会增加防护，不过他现在有更好的计划，绑架奥斯本的儿子哈利。哈利这会儿正在看玛丽简的表演，彼得也受到了玛丽简的邀请，他这才得知玛丽简的父亲居然给玛丽简发了联系信。玛丽简希望彼得能陪他去见他的父亲。彼得心中又犹豫又高兴，犹豫是哈利还在，高兴是玛丽简可能对自己余情未了。这时秃鹫杀到现场，可怜的哈利明明一无所知，但只要是和奥斯本家有仇的人，最后都会绑架他。彼得出手救下哈利，秃鹫立刻拔出镭射枪攻击彼得，却发现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于是转身离开。彼得吐槽他家煤气罐炸了，这才急匆匆地跑回去。不过一转头，彼得发现玛丽简和哈利抱在一起，他失魂落魄地将玛丽简的发饰放下，转身离开了。另一边，黛布拉看见了秃鹫的影子，他刚给彼得打完电话，就被秃鹫从背后袭击了。彼得赶到现场，发现弗拉什带着鲜花来找黛布拉表白。见蜘蛛侠出现，弗拉什猜测黛布拉可能出了事儿，他决定去救人，但被偶像蜘蛛侠给叫停了。见蜘蛛侠离开，弗拉什不愿干等着，于是跟在蜘蛛侠背后闯进了实验室。彼得发现秃鹫带走了黛布拉，他立刻追进了秃鹫的公司总部，炸掉了镭射枪。彼得救下了被控制的康纳斯博士，弗拉什跟在他身后，有惊无险地混进了办公室。见康纳斯教授离开，弗拉什在房间内找到了变老的黛布拉。面对这样的黛布拉，弗拉什坦然表白。这时秃鹫抽走的生命力被还给了黛布拉，但弗拉什却遭到了袭击。好在彼得发现了俩人，并立刻将弗拉什赶出了房间。彼得和秃鹫在房间内大打出手，秃鹫见被压制，立刻按下胸口的按钮，决定引爆房间的炸弹，和蜘蛛侠同归于尽。彼得的蜘蛛感应爆发，他意识到秃鹫没有撒谎。趁彼得分神时，秃鹫一枚控制器贴在彼得头上，自己转身离开。没想到弗拉什掉头回来，摘下了控制器。彼得立刻带着弗拉什逃走。在第二次爆炸发生前，这对情侣已经远远逃开。随后秃鹫趁着爆炸袭击了彼得，在抽空彼得的能量之后，他拔下了彼得的头套。看着垂垂老矣的蜘蛛侠，秃鹫得意地笑了。秃鹫举起老年彼得在空中旋转，将他从高空中抛下，却没打算直接摔死对方。秃鹫打算将彼得圈养起来，作为生命补充库。这样庞大的能量，没事就能吸2口，还是很诱人的。这时旁边的炸弹亮起，彼得趁机逃走，但老态龙钟的他几乎抓不住墙壁，险些因为高空坠落把自己送走。彼得起身看着镜子里苍老的自己，吓了一跳。而另一边，蝎子在看见新基因学被投资，他决定赌上一把，让自己再次恢复成普
通人。彼得等了一段时间，发现生命力还没有回来。他虽然已经荡不动蛛丝，狼狈地摔进纸箱了，但在看见被抢劫的老人时，还是冲到劫匪面前阻止了。好在劫匪也害怕蜘蛛侠，立刻老实地离开了。老人家感慨，蜘蛛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出来行侠仗义。彼得还有心情开玩笑，他这是工作太多，所以才老得快。抄起劫匪的风衣，彼得摘掉头套，被好心的公交司机带了一程。至于秃鹫，他袭击了奥斯本的直升机，好不容易抓到了竞争对手，身体却突然发生了变异，整个人变成了一只蜘蛛怪。奥斯本见他痛不欲生，立刻抓住机会逃走。彼得回到家中，打电话告诉康纳斯博士自己现在的情况。康纳斯约他明天在实验室见面，而蝎子找到了当初给自己做实验的教授。教授因为那场实验被关进了精神病院，但蝎子硬闯进去，将教授绑架走了。此时的康纳斯博士正在研究变异，秃鹫找上了门，询问自身的异常反应是怎么回事。康纳斯猜测他吸取了蜘蛛侠的变异基因，导致基因不稳定，所以迟迟没有恢复年轻的模样。同样，蜘蛛侠的怪物基因也寄宿在了秃鹫身上。想要改变怪物的形态，除非秃鹫将 DNA 还给蜘蛛侠，或者传到别人身上。秃鹫从康纳斯那里得知蜘蛛侠还活着，蝎子带着教授冲进了大门，两个绿油油的人相看两相厌。实验室瞬间遭到腐蚀液体攻击，蝎子险些毁掉所有新基因学资料。康纳斯博士情绪紧张，在多方刺激下差点化身蜥蜴人，好在蝎子挡住了掉落的瓦砾，康纳斯这才没有变成蜥蜴人。这时秃鹫发现蝎子的目标和自己不同，作为商人，秃鹫提议两人联手先把蜘蛛侠解决了。蝎子立刻点头，他们逼问康纳斯交出蜘蛛侠的下落。教授两拳难敌四手，当场招供。老年彼得打算给玛丽简留个纸条暂不赴约，但因为太老，反而被玛丽简当作失踪已走的父亲。彼得落荒而逃，却被梅姨的照顾所感动。他鼓起勇气起身赶往康纳斯博士的实验室，却发现蝎子和秃鹫居然都在那里。老年彼得哪里是俩人的对手，他不敢置信地看向康纳斯，你背刺我。康纳斯愧疚不已，在秃鹫的胁迫下完成了手套的改造。秃鹫抓住彼得，将能量传输回去，没想到康纳斯藏了一手，秃鹫从彼得那抽取的力量被归还，但蜘蛛怪的 DNA 还在秃鹫身上，他没了能力压制，瞬间变成了蜘蛛怪。蝎子抓住博士衣领，被彼得起身撞开。这时康纳斯发现教授居然删除了新基因学的所有数据，并且启动了装置自毁系统，打算毁掉这个装置，其美名曰就不会再出现蝎子这样的怪物了。康纳斯一看自己唯一的治疗手段被毁掉，当场气得变成蜥蜴人和蝎子打了起来。但基因转化器即将爆炸，暴走的光束几乎毁掉了整个实验室。这时康纳斯被光束击中，再次恢复人形。彼得将教授和博士救了出去。康纳斯苏醒后告诉彼得，他的变异基因留在了秃鹫体内，以后再也不会变成蜘蛛怪了。秃鹫自食恶果，只能拖着怪物的身体藏起来。蝎子则以为所有人都被炸死，他活了下来，却彻底失去了变回人类的机会。只有教授这缺德玩意儿删了康纳斯的数据，自以为遏制了变异的源头，转身不带走云彩的离开了，徒留康纳斯没了投资人，没了实验室，连研究成果都被人给炸了，惨！博士是真的惨。至于彼得，在变异基因消失后，立刻赶往玛丽简身边，没想到来晚一步，玛丽简跟着神秘人消失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，喜欢蜘蛛侠的小伙伴记得点赞评论哦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